你知道吗？当世界局势在动荡的今天，有10个国家却像是被上帝亲手圈出的避风港，这里没有硝烟的阴霾，只有绝对的安宁。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那个整天在全球充当和平警察的美国，在安全榜单上竟然只能勉强吊车尾排在第10，而第1名的存在甚至超越了主权国家的边界。这些国家并非全是与世隔绝的荒岛，有的明明身处大国环伺的火药桶中心，却能靠着一套神秘的生存法则，在2次世界大战中都独善其身；有的看似资源匮乏，实则地下藏着足以抵御核爆的钢铁巨兽。为什么在某些地方战火纷飞时，这些国家的人民却能安稳地喝着咖啡，甚至连警察都闲得快要失业？这种绝对安全感的背后，到底是地理位置的天赐良机，还是人类最后的自救底牌？大家好，我是微笑。本期视频我们就带大家揭秘这10个足以躲避末日的最后避风港。第10名，美国。美国这个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复杂角色的国度，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地缘政治的愈发紧张，美国似乎已经站在了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的悬崖边上。那我们凭什么还觉得待在那个地方会是安全的呢？这背后的缘由其实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和秘密。首先你得明白，在冷战最剑拔弩张的那些年，美国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数不清的地下堡垒。那可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地下室，而是真正的地堡，可以抵抗核弹的攻击。就拿下岩山的地下掩体来说，它位于下岩山内部，海拔约2500米，面积超过18000平方米，可以容纳上千人生活。基地内部构造有1319根弹簧支撑，可以承受1000万吨当量的核弹攻击。墙壁由厚达500米的港岩构成，建造时动用了2万多人，耗时10年之久。除了完备的生活设施，这个地下掩体还配有指挥中心、太空控制房和通讯设备。25吨重的大门一旦关闭，里面的人就能在完全隔绝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不仅能防核弹，还包括防止核辐射，真正的与世隔绝。除了下岩山，类似的地下掩体还有许多。据记者加勒特·格拉夫创作的《雷文伯克：美国政府秘密自救计划的故事》，而我们其他人将面临死亡一书中描述，在华盛顿和其他关键城市，政府还秘密建立了许多这样的掩体，还把它称之为延续政府的俱乐部计划。可惜的是，这些掩体大多是为政府高层和精英准备的，普通人很难有机会进入这些超级堡垒。但不要紧，除了政府掩体外，美国掩体市场在过去10年激增，美国各地的私人建造掩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了大众面前。位于堪萨斯州造价2000万美元的生存公寓公司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下掩体共有15层，专为超级富豪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来安然度过世界末日。目前美国私人掩体的数量虽然很难计算，但考虑到生产这些掩体行业的规模，以及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的备灾数据，记者加勒特表示，这一点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美国已经拥有数量高达数百万的私人掩体。除了在地下掩体这个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之外，美国的整体防御系统也堪称世界最强。不论是陆地上那些训练有素的精英部队，还是空中部署的先进反导系统，都足以让任何敢于前来挑战的敌人望而却步。第9名，瑞士。瑞士在世界地图上并不算大，但它却拥有着令人称奇的和平与稳定。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瑞士便坚定地保持着自己的中立政策，不参与任何战争。这一政策不仅让瑞士在过去2个世纪里免受战火之苦，也使得它成为全球和平建设的重要力量。瑞士的中立政策并非偶然，而是深深植根于其历史与文化之中。早在16世纪和17世纪，瑞士就经历了宗教改革的洗礼，以及欧洲30年战争的动荡。这些历史事件让瑞士人深刻领悟到和平的珍贵。因此，自1815年巴黎条约确立中立以来，瑞士便从未参与过任何局部或国际战争。而与此同时，中立的国策也让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无论是2战期间敞开国门接纳难民，还是近年来积极投身于国际调停与和平谈判，瑞士的中立政策都彰显了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特分量。当然了，瑞士的中立不仅依靠政策，还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条件。瑞士位于欧洲的中心，被德国、法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环绕，阿尔卑斯山脉占据了瑞士国土的60%。
这些雄伟的山脉不仅是美丽的自然景观，更是瑞士天然的屏障。不过，瑞士虽然中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放松了国防。相反，瑞士推行了一项别具一格的全民皆兵制度，所有成年男性都必须参加军事训练。这种独特的国防策略不仅大大提升了瑞士的国防实力，也塑造了全民的安全观念与责任担当。除了在国防领域下足了功夫，瑞士雄厚的经济基础同样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关键支柱。大家都知道，瑞士那套闻名遐迩的银行体系以及保密性和安全性享誉全球，吸引了全球无数政要、富豪和权贵的资产存储。这不仅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的安全性。毕竟没有人愿意攻击自己的金库。第8名，澳大利亚。说到安全，澳大利亚这个孤悬于南半球的大陆，它的自然屏障就是那辽阔的海洋。作为一个岛屿大陆，澳大利亚四面环海，侵略者如果想通过海路接近，必须跨越漫长而危险的海洋，这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军事挑战。就算成功登陆，后续的补给线也将极其漫长且易受攻击，更别说澳大利亚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足以在水域中进行有效的防御。就在今年2月20日，澳大利亚对外宣布了未来10年的宏伟蓝图，计划投入超过350亿美元，打造自2战结束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海军舰队。计划将包含20艘驱逐舰和护卫舰，以及6艘大型可选载人水面舰艇。而更为关键的一点在于，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分布的极为分散，像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这样的大都市虽然繁华热闹，但彼此之间距离遥远。最离谱的要数珀斯，它完全有资格被称为全世界最孤独的大城市。离它最近的阿德莱德也在珀斯往东2000公里之外。这种分散的城市格局，使得任何想通过空袭或导弹攻击来造成重大破坏的行动都变得极其困难。对手必须投入海量的资源和军备，才有可能对澳大利亚的城市体系构成真正的实质性威胁。第7名，斐济。斐济这是一片隐匿于南太平洋的静谧乐土。和前面提到的澳大利亚类似，斐济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它带来了极高的安全系数。作为一个由300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度，想要对斐济发动地面进攻，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你看那332个岛屿星罗棋布，每个岛屿都是一个独立的避风港。侵略者如果想要对斐济发起攻击，他们需要跨越辽阔的太平洋，并面对复杂的岛屿地形，这无疑是一个后勤上的噩梦。而且即使入侵者能够克服海洋和岛屿的挑战，他们还需应对岛屿间错综复杂的地形以及有限的资源补给，然后必须逐一攻克每一座岛屿。这一切使得斐济在军事层面成了一个不值得费劲的目标。其次，斐济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几乎就是个隐形的存在，这里距离世界上的主要冲突区域都相当遥远，它不是战略上的热点，也不具备那种会引发大国觊觎的重要资源。如果世界上的大国真的在其他地方忙于互相争斗，斐济就像是天边的一片云，安静且容易被忽略。第6名，基里巴斯。同样隐藏在蓝色海洋中的，还有位于太平洋中的基里巴斯。这个隐秘的避世天堂由33个岛屿组成，散布在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中，向来有着众多诸如世界的尽头、被世界遗忘的地方、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之类的称呼。先不说它国内每个岛屿之间都距离遥远，实际上它距离任何大陆都极为遥远。从地图上看，离它最近的大陆邻国澳大利亚也相隔了足足有4300多公里。这种地理上的孤立，使得任何传统的军事入侵几乎变得不可能。想要对这些星罗棋布的小岛发动有效的攻击，除非你有无穷无尽的资源和超乎寻常的耐心。不过，基里巴斯的这种与世隔绝，也让他在20世纪50年代不幸沦为美国进行核试验的场地之一。这段历史虽然给基里巴斯留下了一些伤痕，但也坐实了他与世隔绝的身份。第5名，新西兰。新西兰同样也是一个受到上天眷顾的国家。这个位于太平洋南部的岛国被大海环绕，远离其他大陆。想要访问它最近的邻国澳大利亚，也需要跨越2000多公里的辽阔海域才能最终抵达。南面是3000多公里之外的南极洲，东边是距离超过1万公里的南美大陆。这种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让新西兰几乎不可能成为军事侵略的目标。而且新西兰不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还拥有着极其丰富的水电资源，这些清洁能源能够满足国家1半以上的电力需求。这意味着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动荡，新西兰都能依靠自身的资源维持关键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运转。
即使被其他国家切断了煤炭和石油等能源来源，新西兰也能继续保持自给自足，保障国民的生活所需。第4名，智利。智利这个位于南美洲最南端的国家，拥有像一根细长竹竿一样的地理形状。它的南北长度超过了4300公里，东西的平均宽度只有200公里，而且地形非常多样。从北到南有干旱的阿塔卡马沙漠、肥沃的中部山谷，以及从冰川覆盖的南部巴塔哥尼亚高原。这种多样的地形地貌不仅为智利带来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让军事侵略变得更为复杂棘手。尤其是那些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脉，为国家筑起了一道天然的防御屏障。再加上这里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和广袤无垠的土地，也就意味着即便全球陷入资源短缺的困境，这里仍有足够的空间和资源维持自给自足。从水力发电到农业生产，这里的自然资源可以支持其在全球危机中保持独立和稳定。第3名，格陵兰。从理论上讲，格陵兰是丹麦的属地，这意味着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安全指数都是一致的。但为什么我们建议你去格陵兰而不是丹麦呢？原来虽然丹麦本身非常和平，但它与欧洲大陆相连，战争爆发时，至少欧洲部分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但格陵兰不一样，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近北美大陆，这让它成了欧洲居民以及加拿大和美国人心目中的理想避难所。想象一下，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德军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整个欧洲，但他们对于格陵兰岛却兴趣寥寥。这里被厚厚的冰盖所覆盖，人烟稀少，战略价值也比较有限。所以当年德国也仅仅只是在岛上建起了一座气象站，这从侧面也印证了格陵兰在战争中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岛屿，格陵兰的面积超过200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只有约 5.6 万人，人口密度极低，这也为逃避战火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2名，冰岛。冰岛这个在环球和平指数上高居榜首的国家，可以说融合了前面提到的许多国家的优点于一身，绝对算得上是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首先，冰岛的地理位置非常特别，它坐落在大西洋的中央，远离任何可能发生冲突的大陆。虽然它不像斐济或者基里巴斯那样与世隔绝，但它与欧洲大陆的分离确实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缓冲。此外，这个岛国由火山和冰川组成，河流和瀑布为水力发电提供了动力，而广泛分布的地热资源更为这个冰冷的岛屿带来了温暖。国内有高达 85% 的能源都来源于这些自然资源，成功超越新西兰和格陵兰岛。这也意味着，即便在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动荡的情况下，冰岛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运转。而且冰岛是欧洲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这为那些可能前来寻求庇护的外来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但你别看它人口稀少，这里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福利水平却非常高。冰岛拥有完善的教育和医疗系统，居民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和教育服务。社会福利政策为社会中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坚实的后盾，确保每一位公民都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这种高福利的社会体系也让这个国家的犯罪率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冰岛全国常年只有大约600名警察负责日常治安，他们的工作也相当悠闲，喝上一口咖啡，翻看一下报纸，四处转转，差不多就可以下班了。这里没有小偷，监狱里常年空着，警察最大的行动可能就是帮助渔民解决捕鱼纠纷。这样的生活环境无疑为居民提供了极大的安全感。第1名，南极洲。既然冰岛是环球和平指数排名第1的国家，那它为什么不是今天榜单的第1名呢？这是因为排名第1的南极洲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但如果未来世界冲突爆发，地球变得并不安全，这里将很有可能迅速成立并发展成为地球最安全的国家。南极洲这个地球上最后的未被完全开发的大陆，它与任何国家都没有直接陆地连接，这种极度的孤立性让南极洲成了一个天然的避难所。战争的火焰根本烧不到这广阔的南极冰盖上来，核武器的威胁也碰不着这片冰封大陆的边儿。南极洲的地理位置给了它一个谁也比不了的安全优势。1959年的南极条约白纸黑字写着，禁止在南极洲搞任何核武器爆炸。这份文件的签署使这片大陆成为世界上首个禁止核武器的地区，也确保了南极洲能够长期处于和平与无战事的状态。此外，南极洲的冰层之下可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未开发资源。虽然目前这些资源尚未被开发，但它们的存在本身却为未来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到达并生活在南极洲绝非易事，
但也并非不可能。在冷战期间，美国在格陵兰建造了一座名为冰下之城的庞大掩体，同样的事情要在南极洲再来一遍也未尝不可。这座新的冰下之城可以为我们提供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和舒适的居住环境，远离战火的威胁与动荡，拥抱真正的自由与内心的安宁。回顾这份关于安全的10强榜单，我们不难发现，安全从未是一个孤立的地理名词，它是自然禀赋、历史智慧与地缘政治博弈共同交织出的复杂产物。从美国的地下掩体到瑞士的中立堡垒，从南太平洋的孤岛到冰封万里的南极荒原，人类对安全感的追求本质上是对文明延续的渴望。有些国家通过建立强大的武力防御体系，在博弈中寻找平衡，而有些国家则通过极致的边缘化和去战略化，在世界政治的漩涡中心之外寻得一方净土。然而，真正的格局观告诉我们，没有绝对的孤岛，只有共同的命运。虽然这些地区在地理和政策上提供了暂时的庇护，但在一个全球化程度如此之高的时代，无论是气候危机的席卷，还是全球经济的共振，没有任何一片土地能真正做到与世隔绝。冰岛的悠闲，智利的稳定，斐济的隐秘，这些不仅是地理上的馈赠，更是人类对和平共存这一崇高理想的具象化呈现。当我们审视第1名南极洲时，那份超越国家、禁止核武的南极条约，其实给了全人类一个深刻的启示：真正的安全不应建立在防御工事的厚度之上，而应建立在制度的契约与和平的共识之上。与其寻找一个躲避战火的掩体，不如共同守护这个不该有战火的地球。这些安全之地的存在，就像是人类文明留给自己的退路，但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保护好这个世界的和平，才是每一份安全感最根本的来源。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10个最安全的国家和地区，哪一个最让你印象深刻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